我姐的洗澡水据说能壮阳，村里的男人都拿着杯子围在我家门口，我一杯一杯的给他们舀好，那些性急的当场就喝下去，看着他们涨红的脸，就知道他们准备回家跟老婆干那事儿了。我姐长得那叫一个漂亮，眼睛会勾人，皮肤细腻光滑的跟玉似的。从我记事起，每天的任务就是按我妈给的方子配草药，烧开水给我姐泡澡。我姐这洗澡水比啥西药都管用，能壮阳。村里二爷说我姐是天生媚体，喝了媚体泡过的水能采阴补阳，所以每天晚上我家门口都聚着一大帮男人，他们喝了水回家后，整个村子都是那让人害羞的声音。我妈把我姐当宝贝，不让她出门，就想供在家里，而我好像就只是为了伺候我姐活着。这天早上，我跟平常一样去药铺抓药，回家后把药扔锅里煮，家里顿时药香四溢。把煮好的草药倒进木桶时，我才发现药铺新来的伙计拿错药了，有2种草药长得可像了。我煮了这么多年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我正发愣呢，姐姐白了我一眼说还不出去，想跟姐姐一起泡咋的？我脸一下子就红了，看她也没发现，赶紧退出去。我不敢跟我妈说，想着偶尔配错一次药应该没事吧。当天晚上，我和我妈正吃饭呢，大门就被拍得山响。我妈打开门，一群愤怒的男人站在门口。他奶奶的，老子咋突然就不行了？今天这水味道咋不一样？是不是搞错了？村民们愤怒地推搡着我妈，我妈慌了，把我推到前面。水是你舀的，你解释解释咋回事？我妈恶狠狠地咬着牙，我哪敢说啊？低着头一声不吭，还不快说！我妈急了，狠狠掐我胳膊。就在愤怒的村民要动手的时候，村长分开众人来到我面前。村长，难道你也不行了？我妈小声问。村长摇动着花白胡子，狠狠瞪了我妈一眼。我妈吓得不敢说话了。村长又把我拉到一边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冰娃，今天给你姐准备的水是不是出问题了？你告诉爷爷，爷爷保证给你保密。”我看看慈祥的村长，又看看旁边想吃了我的村民。村长看出我的心思，对他们摆摆手，歇一晚上也没啥，婆娘也不会怨恨你们，都回去，一定给你们个交代。村长在村里说一不二，众人这才骂骂咧咧的散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敢瞒了，一五一十把抓错药的事说了。村长听我说完，把我妈叫过来，问了个奇怪的问题：今天你们吃晚饭了没有？我妈刚说吃了，我肚子上就挨了重重一拳，感觉五脏六腑都要被打出来了。我弯下腰不停地吐，把晚上吃的全吐了出来，给他灌水洗胃。我艰难地抬起头，村长打了我一拳后，那慈祥的表情还在脸上。那我要不要也？我妈也想吐，没你啥事，赶紧去给她洗胃，我去看看妹女，时候快到了，莫坏了大事。村长说完就急急忙忙往我姐房间去了。那天晚上我被灌了一大桶凉水，灌进去又逼着我吐出来，最后我连吐的力气都没了，像条死狗似的趴在地上。晚上我饿得不行，偷偷摸摸的爬起来去姐姐房间。姐姐跟我不一样，我是伺候她的，我知道她房间一直有吃的。姐姐还没睡呢，见我进来就用那媚眼如丝的眼神盯着我。怎么了？凉水还没喝饱，又饿了？还是说姐姐拿出一颗草药，就是我抓错的那种？没吃过这种草药，想来尝尝味道。原来姐姐早就发现我抓错药了，却故意不告诉我。我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开口说：“姐姐，我再怎么也是你亲弟弟，为啥要这么对我？”我姐咯咯笑了，瞧你说的，我哪里对你不好了？这不吃的都给你留好了。说着，她掏出一块糯米糕，我刚要伸手去接，她手一松，糯米糕掉地上了。姐姐赤着脚在上面踩了踩，还笑着对我说：“吃吧，能喝我的洗澡水，不能吃我踩过的糯米糕吗？”我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，喝你洗澡水的是那帮臭男人，不是我。姐姐还是那副表情，是吗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妈就开始盯着我了，药还是我去买，可每次买回来她都仔细检查。这天我买完药往家走，突然被人绊了一跤，我摔地上，怀里的药洒了一地，我手忙脚乱地捡着，发现少了一包，一抬头，一个细眉长目的中年人眯着眼看我呢，手里抓着一包药，快还给我！我伸手去拿，他不理我。小兄弟，你命格要变了，最近必有大福或者大祸呀！中年人不慌不忙地说着，我这才注意到他一身算命先生的打扮。我没听懂他说啥，还是伸手去抢药。中年人一侧身子，我扑了个空，他顺势揪住我后脖领子一扯，你干啥？我脸一下子通红，再喝那东西你就要死了。他放开手，把药塞进我怀里，想法子看看自己后背，你就知道我啥意思了。这是凤血丹，想活命的话，该吃的时候就吃下去。我一头雾水，还想再问，中年人大袖一挥，转过街角没影了。回家后，我把药材一包一包拆开，一颗赤红的丹药露了出来，正是中年人给我的那包。我妈这时候过来检查我买的药了，我赶紧把丹药藏手心。我妈狐疑地看着我，我连忙借口烧热水出去了。一只脚刚跨出门槛，我妈喊了一声站住，果然她刚才还是看见了。我绞尽脑汁想着咋掩饰过去，买药剩的钱呢？我松了口气，连忙把钱递给妈妈，跑了出去。晚上伺候姐姐洗澡的时候，她态度有点奇怪，竟然让我留下来陪她一会儿。我正好有点自己的心思，就留下来了。姐姐大半身子泡在水里，盯着我的眼神有点哀怨。冰冰，你真啥都不知道吗？姐姐，我就快要被他们杀死了。我听了心里一惊，表面上还不动声色。姐，你说啥呢？村里男人那么需要你，咋舍得让你死呢？我姐悠悠地叹了口气，我是天生媚体，你知道的。为啥要用那么烫的水？就是要让我出汗，这样喝了我泡过的水就能壮阳。我点点头，妈妈和村里人也是这么跟我说的。那你可知道为啥还要加这些草药呢？姐姐又问。妈妈说是要给你补身子。我回答。我姐冷笑一声，这你也信？告诉你吧，媚体在成年之前泡过的水可以壮阳，但一旦成年之后就会慢慢失效了。村长早就知道这点，所以他们一直在给我用药，就是用药性来保持
持我的体质，很快他们就会杀了我，把我像蛇一样泡在药酒里，这样我永远都不会成年，他们就能永远享用我，你知道吗？姐姐说到最后几乎是吼出来的，我从没见过她这样。冰冰，我以前那样对你是不得已，我不能让他们看出你是和我一伙的。现在只有你能救姐姐了，我咋能救你？我还没缓过神来，有一种药能救我的命，凤血丹，吃了它能驱除我的媚体，这样和我泡过的水就没效果了，他们自然就不会杀我。你经常去药铺，听说过这种药吗？我听了姐姐的话就是一惊，她从来不出门，咋会知道这些？而且今天遇到的中年人刚给我一颗丹药，想必就是那凤血丹。如果说是巧合，也太不可思议了。没弄清真相之前，我决定先保守秘密。我装出啥都不知道的样子。没有啊，我从来没听说过。说起药铺，我今天抓药的时候摔了一跤，背上很痛。姐，你帮我看看摔轻了没有？我解开衣服，把后背露出来让姐姐看。姐姐只是淡淡的扫了一眼，便开口道：“什么都没有啊。”别那么娇气了，我努力扭着脖子往后看，你确定真的很痛？你那背里长成男人还差点，还不穿上衣服，还想勾引我吗？姐姐嗤笑，我没说话，穿上衣服刚想出门，姐姐在身后冷冷地说：“冰冰，我刚才说的那种药，如果找到了，你可不要吃，普通人吃了凤血丹会爆体而亡的。”我脚步停顿了一下，点点头，转身关上了门。我记得那个中年人说过这药是给我吃的，我不再信姐姐了。按姐姐的话，她是受害者，跟我没关系。可我刚才让她看后背，其实是想借澡盆水看自己后背倒影。我回头时看到后背上满是诡异红线，从后心往胳膊方向伸展，像两只翅膀，所以这是不可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姐姐却说啥都没看到，而且她还想拿中年人给我的丹药，她目的是啥？我想不通。但她说村里人很快会来杀她泡酒，也许到那时一切问题就有答案了。我现在啥也做不了，只能等。这天我跟平常一样买完药回家，正好路过村里祠堂，看守祠堂的是我们村年纪最大的老人，一辈子没娶妻，吊儿郎当的。就因为没娶妻，他从不到我家打水，村里人叫他老二，我叫他二爷爷。二爷爷一看见我，招手让我过去。二爷爷手里总拿着根奇怪棒槌。娃子前2天挨打，那是我听说了，没事了吧？我一听眼睛就有点酸，没想到二爷爷还关心我。二爷爷看了看我的伤，给我拿了些草药。我想起后背上的红痕，就让二爷爷也看看。二爷爷看后大惊，忙问发现多久了？我说这几天刚发现的。二爷爷听后掐指算起来，眉头紧皱，没事的，二爷爷，治不了就算了，反正我活着就为了伺候姐姐。我一冲动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，二爷爷却摇摇头，你后背这伤说不准是浮世祸啊，别这么悲观，我不会不管你的。二爷爷凑到我耳边悄悄说了几句，真的吗？您真愿意帮我？我有点感动，我平生就讲究个无牵无挂，既然遇上你这事了，不帮你渡过去，老头子我合不上眼。二爷爷难得露出严肃表情，我跪在地上给二爷爷磕了个头。很快8月15到了，这天晚上一轮太阴月高悬天空，阴气最盛，我妈早做好准备，让我提前给姐姐洗了澡。村长带着一群男人跟往常一样来到我家门口，不过这次他们手里拿的不是杯子，是一个个坛子。村长进了屋，身后还跟着个男人，我妈忙招呼我出来泡茶。我低着头出来，见到那男人吃了一惊，正是我在药铺门口遇见的中年人。那中年人却不动声色，只露出个只有我能察觉的微笑。村长，这些年我可都听你的，答应我的事一定要做到。妈妈低声下气地说。村长不耐烦地挥挥手，转头对着中年人说，庄大师，时候差不多了，去看看货吧。下面的男人们早就按捺不住了，纷纷嚷起来，赶紧开始吧。说好的，手一定要给我，最喜欢那娘们的手了。对对对，脚留给我，小娘们脚又白又嫩，我一早就看着流口水。庄大师轻笑一声，缓缓站起来，往我姐房间走去，一双双眼睛都焦急地等着。没过多久，庄大师从屋里出来，脸色却变得铁青。人们呼啦一下围上去，七嘴八舌地问咋回事。这媚女不能用了，有人给她破了身，她的药性全散了。庄大师一脸懊恼，人群立刻炸了锅。村长也愣在那儿，不可能啊，大师，我们每天都看得很严，就为防这种事发生。村长争辩，下面的男人们互相看着，生怕自己被怀疑。别是坚守自盗吧？有人喊了一嗓子，放你娘的屁！我妈立刻回骂，家里就我和一个毛都没长全的小崽子，你倒说说怎么倒，都给我住口！村长喝住众人，又转向庄大师，您看有没有啥补救办法？大家伙等了这么久，总不能就这样算了。庄大师闭上眼睛说，让我再想想，先把人给我看好了。我妈这时怯生生地凑过去，村长，那我的事还敢提？村长大怒，都是你看管不严，快去把你家这2个祸害关起来。我妈灰溜溜地跑了。这天晚上，我被我妈反锁在厨房，夜里特别冷，我睡在硬邦邦的地面上，迷迷糊糊的，恍惚间，我看见我妈推门进来了，手里还端着一碗汤药。冰娃，晚上冷不冷？喝了这个就暖和了。我接过汤药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要是怕我冷，放我回屋不就好了？干嘛给我送汤药？这么一想，我低头一看，汤药里有没捞干净的草药。我经常去药铺抓药，一眼就看出那草药有毒。我手一抖，汤药溅手上了，碗掉地上，摔得粉碎。我妈顿时大怒，举起菜刀就朝我砍过来。我男人回不来了，都是你们这2个祸害搞的，我要杀了你们！我妈像疯了一样挥刀乱砍，我用手去挡，菜刀咔嚓一声砍在我胳膊上，竟然没流血。
我的胳膊好像变成植物一样的材质，伤口处渗出白色汁液。我大叫一声，惊出一身冷汗，醒了过来。原来是个噩梦。一阵风吹来，锁得好好的屋门竟然无声无息地开了。院子里好像有动静，我忍不住好奇，擦了擦汗往外走。声音是从姐姐屋里传出来的。姐姐屋子没拉窗帘，我轻手轻脚走到窗下，伸头看去，屋里的场景让我面红耳赤。姐姐正和那个庄大师一起洗澡呢，看背影就是白天遇见的那个。他们还在说话，我不敢再抬头，竖起耳朵听。庄哥，这么多年我都听你的，答应给我的东西啥时候给啊？你急啥？还没到时候呢，难道我还能跑了不成？该给的时候自然会给你。我心里大惊，原来他们早就认识，我这么多年都没发现他们说的东西是啥呢？我突然想起中年人给我的那颗丹药，好像叫凤血丹。姐姐还问过我见过没，难道是这个？如果中年人答应给姐姐，为啥又给我了呢？接着屋里就传出些让人害羞的声音，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捂着耳朵又跑回厨房。第二天我被一阵砸门声吵醒，我妈赶紧跑去开门，又是村长，后面还跟着一大帮男人。村长劈头就问我妈，那个姓庄的呢？见过没？我妈连连摇头，看样子昨晚的事她不知道。村长往地上啐了一口，他妈的，今天我起来去他屋里，行李都没了，这狗日的准是想不出办法，拿了钱跑了。我妈大惊，那我的事还有指望不？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村长恶狠狠地说，姓庄的说妹女药性散了，谁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干脆试一试。我妈也说不出话，就让到一边。我眼睁睁看着几个男人冲进我姐屋里，屋里传来阵阵惨叫和菜刀剁肉的声音，男人们一个个捧着坛子进去，又心满意足的出来，他们的脚印上都带着血。村长是最后一个出来的，我妈忙跑上去拦住他。村长先开口，我们回去先试试有没有用，如果管用，你的事就没问题。说完，他们就抱着坛子回家了。在喝了用我姐的骨肉泡的酒后，村子里发生了奇怪的变化，药酒不仅没壮阳效果，还有副作用。原来行的男人喝了酒后也不行了。村里人这才知道姓庄的说的是真的，一个个叫苦不迭。他们一窝蜂冲到我家来，要杀了我泄愤。他们踹开我家大门，正准备踹屋门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一声大喝，都给我住手！人们惊讶的回头，瞬间又把怒火转到那个人头上，都是你害的，先砍了他。是庄大师，他不知啥时候又回来了，这会儿不慌不忙，冷冷地说，你们干啥呢？我回去查了资料，想到办法了，那个媚女呢？人们这才面面相觑，说已经拿去泡酒了。庄大师脸色大变，好像当场就要发火，但很快他努力控制情绪，冷静下来。是吗？那也没关系，本来办法也不是从他身上出。庄大师推开人群，也不知用了啥办法，一下就解开了门锁，大步走进屋里。庄大师揪住我的脖领子，把我从床底下拽出来，这是媚女的亲弟弟，而且还没破身，用他也一样。众人大惊，村长凑上前问，大师，这能管用？这娃子是男生，可不是媚体啊。庄大师瞪了村长一眼，还用你提醒？再说了，谁说男生就不能养媚体？这童子从小到大吃的喝的都是用媚体泡过的水，这种虽不是先天的，但也算后天养成。我再加些手段，泡酒的效果和媚体也差不了多少。见村长他们还半信半疑，庄大师冷哼一声，你们要是不信，就继续按你们的办法办，我现在就走。你们村的男人喝了那酒，怕是该不行的都不行了吧？你们等着绝户吧。众人这才慌了，赶紧请他留下，表示一定按他的意思办。庄大师这次勉强留下了，让人先把我关起来，选个好时候就开刀。当天晚上，我被捆得跟麻花似的扔在角落，门悄悄地开了，一个人影闪进来，是庄大师。他先松开我身上的绑绳，深深地看着我，叹了口气，我不知道他想干啥，就一言不发。我一开始编大借口，本来是想救你姐姐的。庄大师突然开口，我本以为说你姐姐被破了身，药性散了，那些人就会放过她，可谁知道庄大师泪流满面，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。骗人！我在心里暗暗说，要是真想救她，昨天晚上为啥不带她走？心里这么想，嘴上我却问，那你今天说我能代替姐姐，也是想救我吗？庄大师用力点点头，对，没想到你姐已经被杀，我一时找不到好借口脱身，只能现编一个。你快收拾东西，我现在就带你走。我思索着这一切的前因后果，明白他这是在逼我，我不跟他走，他一句话我就会跟姐姐一样被剁了泡酒。好，我跟你走。我点点头，但你先帮我做一件事。庄大师一愣，你说把我爸的骨灰盒毁了？我知道村长一直在骗我妈，让我妈养着我姐，用她洗澡水供全村男人。村长许诺我妈每天用我姐洗澡水掺骨灰给我做饭，就能以我的身体为躯壳把我爸招回来。我忍了这么多年，为活着只能装作不知道。庄大师耸耸肩，抽出张黄符点燃，把骨灰盒烧了，这样就好，断了妈妈的念想，谁也不欠谁了。我和庄大师一路小跑，走这边，我拐上一条岔路，这里离村口近。庄大师没多想，毕竟我对村里熟，就跟在我后面。我一路七拐八拐，经过一栋建筑时，一转身跑了进去。你往那走干啥？庄大师低声喊，上个厕所。憋不住了，我边跑边说。庄大师叹了口气，只得跟上。我轻车熟路地跑过一排排位，来到大堂。庄大师发现不对时已经晚了，祠堂大门在身后突然关上，二爷爷从外面走进来，一双冷冰冰的眼睛盯着庄大师。你以为这里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地方？想活命就把东西留下。庄大师冷笑一声，反问什么东西？还装？二爷爷抬起手，地上早已布好的结界闪着金光，把庄大师困在里面。庄大师奋力挣扎，结界却越缩越小，
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。二爷爷那天在我耳边说，如果有人想害我，就把他引到这里来，杀了你再取东西也是一样。见庄大师还不开口，二爷爷目光中露出决绝，抬手一挥，结界勒得更紧了。没一会儿，庄大师就没了生气，整个人软软的瘫在地上。我预感到不妙，转身想跑，二爷爷追上我，一把扯掉我上身衣服，我背上的红线已经连成一片，像展翅欲飞的凤凰。童子体上生阴凤，阴阳合璧，妙妙妙，乖乖等着吧。二爷爷绑住我的脚，二爷爷蹲下身，在庄大师身上翻找着，我在一边呆呆看着。这时庄大师的身体起了变化，原本白皙的皮肤逐渐枯萎，生出皱纹，竟变成树皮一样。没一会儿，他的身体萎缩成一截树干。不好！二爷爷猛地转身，却已经晚了，一截血手从二爷爷胸口探出来，庄大师竟毫发无损地站在他身后。早知道这村里还有个老东西，想来个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没想到吧，我才是黄雀。孽障，你把东西藏哪里了？二爷爷捂着胸口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你是指凤血丹？”庄大师笑道：“那种神物阳气太甚，如果我身上带着，必会被你们发现，所以我把它藏在童子纯阳身上，用阳气掩盖阳气。”庄大师指了指我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没想到吧，他身上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二爷爷捂着胸口，还想挣扎，但没能站起来。反正我都是要死的，能不能不让我做个糊涂鬼？我开口道：“你们设这些局，到底为了啥？好，就让你死个痛快。”庄大师显然心情大好，开口说了起来：“从前有2个采参人，挖到2颗千年人参，一阴一阳。他们从古籍上得知，若将阴参的药性汇集到阳身上，再配上药引子，服了就能长生不老。汇集药性的办法，就是让你喝阴参泡的水，而药引子我们也找到了，就是那凤血丹。原来是这样，你把凤血丹给我，就不怕我吃了？”我问：“当然怕，所以我让你姐告诉我，吃了凤血丹就会死。你不知道谁的话是真的，谅你不敢吃。”庄大师冷笑：“那如果阴参，也就是我姐吃了呢？你一直拿这东西吊着她，对吧？谁知道呢？我骗她说吃了就能永远保持人形，她想和我一起求仙访道呢。可那个傻姑娘已经没利用价值了，还管她干啥？”庄大师说着朝我逼近。好了，现在把丹药交出来。姐姐，我大喊一声，从口袋里掏出丹药，往庄大师身后扔去。一只苍白的手探出来，接住了丹药。庄大师惊讶地回头，看到了悬在半空的我姐。她形体虽灭，但千年道行仍保着一缕精魂未散。该死的男人，这些年你一直在骗我！姐姐尖叫着朝庄大师扑过去，不自量力。庄大师身体一晃，掏出几张黄符，手中顿时腾起火焰，向姐姐迎去。几个起落，庄大师就占了上风。他瞅准机会，一把从姐姐手里抢过丹药。姐姐的精魂已经淡得快看不见了。庄大师哈哈大笑，一张嘴把丹药服下，接着他狞笑着向我走过来：“姐姐，你我本是同根生，你若当弟弟待我，我怎会不给你丹药？还有，下辈子看男人准一点。”我轻声道。姐姐带着不甘的眼神消散了。废什么话！庄大师一把抓起我，用符咒在我身上一擦，我的手臂逐渐变成人参的样子。庄大师张开嘴就要生吃，忽然他的面孔变得扭曲，一只手捂住肚子：“你给我吃了什么？”庄大师怒吼：“用毒草和猪血混合而成的丸子，就叫它毒猪丸吧。”我从内兜里取出真正的凤血丹，此刻它正腾腾冒着热气，果然是极阳之物。你说过，想活命的话，该吃的时候就吃下去，现在是时候了。我吞下那颗丹药，体内生出澎湃力量，阴阳在我身体里调和，又滋生万物。我在屋里找到采参用的棒槌，狠狠地砸在他头上。庄大师的眼神逐渐暗淡下去，终于没了生气。我把他和二爷爷2个人的尸体带到山上，找到了那个地方，那是他们把我和姐姐挖出来的位置，我把他们埋在了那里，这就叫天道有轮回吧。我默默地想着。番外，人参，人参，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孩童疯狂地挖着身下的土，土里露出2颗白生生的参体，还想往土里钻呢，但2人早用红丝线拴住人参的枝叶，终于把它们提起来，装进袋子里。孩童喜滋滋地抱着袋子不放手：“小庄啊，这人参一公一母，你身子弱，母的借给你采阴补阳。”年轻人笑道：“二叔，那我现在就吃了它。”孩童忙解开袋子，年轻人笑着摇头，接过人参，双手结招法印。没一会儿，2颗参竟变成一男一女2个婴儿。下山后把这2个娃娃送人家收养，说好的给我呢？孩童问。以后你就懂了。孩童想了想，还是带着疑惑问道：“那阳参呢？阳参嘛，你二叔下半辈子可全指望他喽。”年轻人一手一个抱起娃娃，转身往山下走。孩童挠挠脑袋，拾起掉落在地上的棒槌，一蹦一跳的跟在后面。阳参嘛，你二叔下半辈子可全指望他喽。年轻人一手一个抱起娃娃，转身往山下走。孩童挠挠脑袋，拾起掉落在地上的棒槌，一蹦一跳的跟在后面。